你有没有想过，同样起早贪黑，有人勉强糊口，有人却富可敌国。这世界上的财富流转，从来都不是随机分配。2000多年前的西汉，当满朝文武都在高喊重农抑商的时候，有一个人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写下了一篇堪称中国古代财富密码的奇文。这个人就是司马迁，这篇奇文就是《货殖列传》。今天，当我们翻开这2000年前的竹简，你会震惊地发现，现代人苦苦追寻的搞钱逻辑、商业本质，甚至宏观经济规律，司马迁早就给出了答案。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当所有的大臣都在向皇帝上奏，要求重农抑商，打击商人的时候，有一个人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写下的东西，放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这个人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的作品就是《史记》中的《货殖列传》。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份跨越2000年的财富密码白皮书。他从人性底层逻辑出发，揭开了财富流转的真正秘密。那么核心问题来了，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首先得直视人性的本质。很多人觉得谈钱很俗，但在司马迁眼里，追求财富是人类最本能的欲望，根本不需要遮遮掩掩。他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坐在庙堂之上的王侯将相，还是奔波在市井之中的平民百姓，所有人忙忙碌碌，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利字。打了胜仗的将军冲锋陷阵是为了利，游侠刺客把生死置之度外，也是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普通人起早贪黑做小买卖，更是为了填饱肚子，发家致富。既然求富是人的天性，那么统治者应该怎么对待老百姓的搞钱行为呢？司马迁提出了一个领先世界近2000年的经济学理论。他说，对于老百姓的经济活动，最高明的做法是顺其自然，让老百姓自己去搞钱，其次才是因势利导。再差一点的是用道德去教育他们，更差的是用严刑峻法去约束他们。最愚蠢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非常耳熟？没错，这简直就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里那只看不见的手。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8世纪才提出自由市场的概念，而我们的太史公在2000年前就已经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财富的创造不需要强权去干预，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农夫种地，猎人打猎，渔夫捕鱼，工匠制造器具，商人把这些东西运到四面八方去交易。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根本不需要谁去命令他们，也不需要谁去催促他们，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日夜不息。物品见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人买，买的人多了，价格就会涨，贵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人卖，卖的人多了，价格就会跌。这就是最基础也最核心的市场规律。明白了搞钱是人的天性，也明白了自由市场是财富生长的最好土壤。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到底该去哪里搞钱？要知道，赚钱绝对是一门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学问。在司马迁的时代，要想发财，你首先得看懂整个天下的经济版图，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孕育着截然不同的财富机遇。当时的中国大致可以分为4大经济区，每一个区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搞钱密码。首先是关中地区，这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绝对核心，也就是西汉的首都长安所在地。司马迁给关中算了一笔账，这里的土地只占天下的1/3，人口也只有全国的30%。但是你猜怎么着？关中地区的财富总量
却占了天下的60%，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典型的核心资产和头部效应。关中被高山大河环绕，易守难攻，内部又有肥沃的渭河平原，在这里搞钱，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权力近，达官贵人多，消费能力极强，这里聚集了全国最顶尖的购买力。所以在关中做生意，你要么掌握核心的土地资源，搞集约化大农业，要么就做高端服务业和奢侈品贸易，赚富人的钱。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深耕一线城市，做高净值人群的生意。接着往东看，是广袤的山东地区，这里不是指今天的山东省，而是指太行山以东的广大中原平原。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密集区，也就是整个帝国的经济基本盘。司马迁把这里细分成了几个小板块，比如齐鲁大地，齐国靠海，有丰富的海盐和渔业资源，而且齐国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他们脑子活络，胆子大，喜欢赚快钱。而鲁国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风气比较保守，人们更愿意精打细算，靠节俭和积蓄来攒钱。整个山东地区的特点就是市场庞大，竞争极其激烈，产业极其丰富，从种桑养蚕、丝织刺绣到煮海为盐、冶铁铸造，应有尽有。在这里搞钱，拼的是供应链管理、信息差和吃苦耐劳。在这个巨大的红海市场里，谁的流通效率高，谁的成本控制的低，谁就能笑到最后。视线再转向南方，当时的江南地区和我们今天复述的长三角、珠三角可完全不一样。在2000多年前，长江以南的地带，在司马迁眼里还是地广人稀、气候潮湿的待开发区。这里的特点是自然资源极度丰富，水里有鱼，山里有果，甚至还有丰富的铜铁矿产和珍贵的木材，随便搞点吃的就能活下去。但是环境相对恶劣，交通极为不便，所以当时当地人的搞钱态度可以说是集体躺平。司马迁极其精准地概括了江南的经济状况，叫做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没有人会被饿死冻死，但也绝对出不了什么超级富豪。为什么？因为太安逸了，没有生存压力，也就没有了疯狂搞钱的动力。再加上山川阻隔，商品很难流通，市场规模根本做不大。在这里搞钱，更像是在做一个资源储备库，适合做长期的战略投资，等待基础设施完善后再进行变现。最后是龙门碣石以北，也就是现在的长城沿线和西北边疆地带。这里的标签就4个字：高风险与高回报。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在这里交汇，气候严寒，局势动荡，动不动就有战争或者摩擦。按理说这不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但是正因为高风险，才孕育了绝对的垄断和暴利。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畜牧业基地，盛产牛马羊和名贵皮毛。在古代，战马就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相当于今天的军工产业和重卡制造，而精美的皮毛则是关中贵族们的最爱。敢去这里做中原与边疆跨国贸易的人全是狠角色，他们不仅要有强大的资金实力，还要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只要你能把北方的马匹和皮毛成功运到中原，再把中原的丝绸铁器卖到塞外，转手就是成百上千倍的利润。这就是典型的刀口舔血，富贵险中求。这4大经济区就像是4张不同的牌桌，关中拼的是人脉和资本，山东拼的是效率和勤奋，江南需要的是耐力和眼光，而北方边疆则属于那些敢于玩命的冒险家。一个人想要发大财，第一步就是看清自己手里的牌，然后选对适合自己的牌桌。你所在的城市、所处的行业、面对的市场环境，决定了你的财富天花板。普通人如果选错了赛道，
逆势而为，累死累活也只能勉强糊口。而那些真正的商业奇才，往往能在看懂天下大势之后，精准地找到那个能让自己一飞冲天的风口。那么核心问题又来了，选对牌桌之后，具体该怎么操作？在司马迁记录的这份富豪榜中，就有这样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他原本是政坛的顶级大佬，却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果断裸辞，转身跳进了商海。而且他不仅自己发了财，还把自己的商业理论总结成了一套可以复制的系统方法论。这个人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商祖的陶朱公，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吴国之后，范蠡看透了飞鸟尽，良弓藏的政治铁律，他没有贪恋权位，立刻打包行李，改名换姓，跑到了一个叫陶的地方。为什么选陶这个地方？这就是范蠡毒辣的战略眼光。陶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位于天下正中，四通八达，是当时诸侯国之间商品流通的绝对枢纽。这简直就是把公司总部设在了2000年前的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在这里，范蠡自称陶朱公，开始了他的降维打击。他在政界玩的是天下大势和国家兴亡，现在把这一套宏观战略用到做买卖上，那简直是杀鸡用牛刀。范蠡搞钱的核心秘诀总结起来就是8个字：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天旱的时候，大家都去抢水车，船没人要，价格跌到谷底，这时候你就大量买入船只。等到了发大水的时候，水路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船价暴涨，而车子没人要，你就把船高价卖出去，反手大量低价收购车子。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反人性？绝大多数人在投资和做生意的时候都是追涨杀跌，什么火就去凑什么热闹。但是范蠡在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逆向投资的真谛。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他不仅能看到眼前的灾难，更能看到灾难背后的供需关系逆转。除了逆向投资，范蠡还有一套关于商品周转和定价的绝对真理。他提出物价贵到极点必然会下跌，贱到极点必然会上涨。所以他的操作手法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当手里的商品价格被炒到极高，大家都疯狂抢购的时候，你要像扔掉粪土一样，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全部抛售套现，千万不要贪恋最后一点利润。而当商品价格跌入冰点，所有人都弃之如敝履的时候，你要像捡到珍珠美玉一样，大胆地全盘接受。这不就是现代金融学里最经典的价值回归理论和止盈止损逻辑吗？为了精准踩中这些周期，范蠡还运用了他老师纪然的经济学理论。纪然认为气候变化是有规律的，木星的运行轨迹决定了农业的风气，每6年一次丰收，每6年一次大旱，12年一次大饥荒。粮食产量的波动直接决定了整个市场的物价水平。范蠡就把这套气候周期理论死死地绑定在自己的商业决策上。他通过预测农业周期，提前布局相关的商品，永远比市场快半步。他明白一个道理，资金只有流动起来才是活的，囤积居奇那是蠢人才干的事。商品必须像流水一样不断地周转，不要去追求单笔交易的绝对暴利，而是要薄利多销，加快资金回笼，用极高的周转率来积累庞大的财富。在这种神乎其神的宏观周期预测和微观操盘手法下，范蠡在短短19年间3次赚到了千金之数。但他最厉害的地方不仅在于能赚钱，更在于能散财。每次赚到大钱，他都会把财富分给穷苦的百姓和远房亲戚，然后换个地方从头再来。这既是他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绝对自信，也是他深谙财聚人散树大招风的顶级护身符。
范蠡用自己的一生完美的证明了，商业是一场认知变现的游戏。当你站在了周期的最高点，去俯视芸芸众生，赚钱就变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副产品。而更关键的是，如果你没有范蠡那种俯瞰天下的宏观周期眼光，也没有那种操盘大局的原始资本，是不是就注定无法跨越阶层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另外一位商界奇才，他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他不看天象，也不管气候周期，他只死磕一个东西，那就是信息差和人脉变现。这个人就是孔子门下最会搞钱的徒弟子贡。子贡原名端木赐，他是孔子72贤人里最有钱的一个。在孔子的学生里，颜回是最受老师喜欢的，道德也是最高尚的，但他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每天只能在陋巷里喝水吃粗粮，最后早早的夭折了。但子贡完全不一样，他不甘心受穷，他认为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的抱负，所以他没有死读书，而是敏锐地投身到了商海之中。史书上说，他退而结肆猎奇，数帛之弊，以聘享诸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只要出门，必定坐着4匹马拉的豪华马车，带着极其贵重的丝绸和礼物，去跟各个国家的国君结交。他搞钱的核心逻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极致的信息差加上顶级的社交人脉。子贡常年在曹国和鲁国之间做跨国贸易，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话，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信息是严重割裂的，一件商品在鲁国烂大街，可能在曹国就千金难求。子贡凭借着自己极其聪明的头脑和周游列国积累的见识，能够精准地预测市场的涨跌。《论语》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一则履中，就是说他搞投资预测基本上是一猜一个准，这哪里是瞎猜，这明明是建立在庞大信息网络上的数据分析。他知道哪里在打仗缺物资，知道哪里丰收了物价低，通过高频的跨地域低买高卖，他赚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但如果仅仅是倒买倒卖，子贡顶多算个身价不菲的大倒爷，根本不可能名垂青史。子贡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他把商业、政治、名望完美地绑定在了一起，实现了个人资产和社会地位的跨界指数级增长。你想想，一个极其富有的商人带着大批的资金和珍稀商品去拜访那些正缺钱、缺物资的国君，国君能不高兴吗？所以，子贡每到一个国家，国君从来不把他当普通老百姓看待，而是直接降阶相迎，跟他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地喝茶聊天。这种顶级的政治待遇，反过来又成了他做生意的最强背书。有了各国领导人的绿灯和保护伞，子贡的跨国贸易网更是畅通无阻，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商业闭环。有钱之后，子贡干了一件在历史上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事，那就是无上限的投资他的老师孔子。孔子带着一大帮学生周游列国，一路上的吃穿住行经费从哪里来？遇到陈蔡之恶这种差点饿死的危险，谁去花钱摆平？全靠子贡这个大金主在背后疯狂撒钱撑腰。子贡不仅出钱，还出大力气做公关。他利用自己结交诸侯的庞大人脉网络，向各国高层疯狂推销孔子的学说。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得很明白，夫使孔子名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像今天这样传遍天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子贡在前面用金钱开路，在后面用人脉推波助澜。用今天的商业逻辑来看，子贡简直就是2000年前最顶级的风险投资人和超级 MCN 机构的操盘手。他不仅自己打造了儒商这个超级 IP，
还用真金白银把孔子推向了千古圣人的神坛。他的名气越大，生意就越好，生意做得越大，他和老师的名气就传得越广。这就是子贡教给普通人的财富密码。当你凭借勤奋和信息差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千万不要把钱全部存进地窖里，而是要学会向上社交，把实体的金钱转化为无形的人脉和影响力。因为在任何时代，顶级的圈层、优质的信息源和极高的社会声望都是能够直接降维变现的核心资产。但如果你既没有范蠡那种俯瞰天下的宏观周期眼光，也没有子贡那种游说诸侯的社交手腕，你只是一个纯粹的脚踏实地做买卖的商人，是不是就无法成为行业巨头了呢？当然不是。在战国时期，有一位真正的狠人，他硬生生地把做买卖这件看似充满铜臭味的事情拔高到了兵法和治国的高度。他做生意就像将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杀伐果断，充满了极其罕见的狼性。这个人就是被后世奉为商业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另一位传奇人物白圭。白圭生活在战国初期的魏国，当时魏文侯任用理性变法，正是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的时候。在这个大背景下，白圭敏锐地察觉到了农副产品背后的巨大商机。他没有去追逐那些奇珍异宝，而是把目光死死盯在了最接地气的粮食和农资市场上。他的核心商业理念只有8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绝对是现代巴菲特价值投资理论的祖师爷。当丰收年景，粮食价格跌入谷底，农民们都在发愁粮食卖不出去，急着抛售的时候，白圭就带着大笔资金进场，大量买入粮食。同时，他把农民迫切需要的丝织品和漆器卖给他们。等到灾荒年景，粮食绝收，价格暴涨，丝织品这种非刚需产品没人要的时候，他就把囤积的粮食平价卖出，反手再去收购底部的丝绸和漆器。他做的其实就是极其精准的跨周期套利。但如果仅仅是低买高卖，白圭充其量也就是个聪明的倒爷。真正让他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宗师的，是他对商业近乎残酷的纪律要求和极高的执行力。史书上记载，白圭虽然是个身价巨万的大富豪，但他平时不吃大鱼大肉，衣着朴素，甚至和手底下的奴仆伙计同甘共苦。这种生活作风在富豪圈子里简直是个异类。但他这么做绝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保持极其敏锐的嗅觉和极度清醒的头脑。一遇到投资机会，他就像猛兽扑食一样，动作极快，绝不犹豫。这就是他商业帝国里最纯粹的狼性文化。白圭把做生意这件事直接拔高到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指挥的高度。他曾经留下过一段非常狂傲但也极其精准的语录。他说：我搞生产经营，就像伊尹和姜子牙谋划天下，就像孙武和吴起带兵打仗，就像商鞅推行变法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商场如战场，真金白银的厮杀容不得半点虚假。这就要求一个顶级的商人必须具备4种极其硬核的素质。第一是智，也就是洞察局势、随机应变的大脑；第二是勇，也就是关键时刻敢于重仓、果断拍板的魄力；第三是仁，也就是懂得让利，跟手下的员工和合作伙伴分享财富的格局；第四是强，也就是坚守底线，拥有雷霆手段的纪律性。白圭放话出去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这4种素质，就算跑来跪着求我教他做生意，我也绝对不会教。这种挑选商业接班人的标准，简直比现在的顶级风投机构选拔 CEO 还要严格。白圭的成功靠的是对基本面的极致研究和对人性的绝对克制。他不去碰那些虚头巴脑的高风险项目，就死死盯住农业这个国家最基础的产业，
通过研究历年的气候收成，他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商业数据库。他就像一个耐心的狙击手，在市场狂热的时候保持冷静，在市场绝望的时候果断出手。这种不跟风、不盲从、逆周期操作的定力，是每一个想要在商海中活下来的创业者必须具备的核心心法。而更关键的是，无论是范蠡的宏观预测、子贡的人脉变现，还是白圭的基本面分析，他们做的其实都还是流通渠道里的买卖，赚的是周转的钱。在商业世界里，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粗暴、护城河更深、利润更加丰厚的搞钱方式。这种方式不需要你天天去盯盘预测物价，也不需要你满世界跑去建立庞大的关系网。只要你站住了一个绝对稀缺的东西，财富就会像自来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你涌来。这个东西叫做绝对垄断。在司马迁的富豪榜里就记载了这么几位极其特殊的地方巨头，他们手握着一个时代的终极财富密码，在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里做到了赢者通吃，甚至连扫平六国不可一世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都要对其中一位寡妇敬重3分。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不可替代的核心资产？答案就是自然资源和垄断特权。在2000多年前，要想不靠低买高卖赚辛苦钱，最快实现阶层跨越的捷径就是家里有矿。这里说的矿不仅是真正的矿山，更是那个时代最稀缺、最不可替代的战略物资。只要你能在一个拥有绝对壁垒的赛道里做到赢者通吃，哪怕你是最底层的平民，甚至是弱女子，一样可以和王侯将相平起平坐。我们先说看顿。看顿原本是个穷困潦倒的穷书生，穷到连饭都吃不起。他跑去向前面提到的商祖范蠡请教搞钱的秘诀，范蠡就教了他8个字：子欲速富，当处五非。意思是你想要快速暴富，就去养殖牛马羊这些牲畜。卡顿听了之后，立刻跑到了山西南部的喀尔什县，开始搞畜牧业。但是真正让他富可敌国的，并不是养牛养羊，而是他极其敏锐地发现了当地隐藏的超级金矿，那就是河东盐池。在古代，盐是所有老百姓每一天都离不开的绝对刚需产品，而且没有任何替代品。坎顿发现在这里主盐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于是他果断把畜牧业赚来的第一桶金全部砸进了盐业。他不仅大规模开发盐池，还利用自己养殖的庞大牛马车队，组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物流运输网，把河东的盐源源不断地运往周边各个诸侯国。这就相当于他同时掌握了核心产品的独家生产权和覆盖全国的物流分发渠道。这种高频刚需且具备绝对定价权的垄断生意，让干德顿在短短10年内就积累了无数财富，成为了比王侯还要富有的盐业大亨。如果说蔡顿靠的是垄断民生刚需，那么西北边疆的乌什坎德靠的就是垄断军工供应链。乌什坎德是个真正的狠角色，他在边疆搞畜牧业，但他绝不满足于只把牛羊卖给普通老百姓，他玩的是极其高端的政商游戏。他把中原地区精美的丝绸和奢侈品大批大批地运到塞外，直接送给游牧民族的戎王。戎王一高兴就拿成10倍、100倍的牛马羊回赠给他。通过这种跨国的高层行贿与套利，乌什康的家里的牲畜多到了什么地步呢？史书上说，他家的牛羊是用山谷来计算的，根本数不清有多少头。更牛的是，他成功地把自己的生意绑定在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车上。当时的秦国正在疯狂扩充骑兵，准备扫平六国，最缺的就是极其优质的战马。乌什竟就成了秦国最大的军马供应商。秦始皇对他极为看重，直接下令封他为君，让他一个做买卖的商人可以像朝廷重臣一样按时进宫，跟皇帝一起开会，
乌士康的成功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把生意做成国家的战略背书。而在司马迁这份富豪榜中，最让人感到震撼，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一位女性企业家，历史上称她为八寡妇卿。在那个极其男尊女卑的时代，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不仅没有被周围的恶狼吞噬，反而牢牢守住了家族的庞大产业，并且把它做成了大秦帝国绝对的垄断巨头。寡妇卿的家族世代垄断着西南巴蜀地区的丹砂矿业。丹砂在当时不仅是用来制作昂贵红色颜料的原料，更是道家炼制长生不老药的核心成分，同时还能提炼出大量的水银。而这恰恰精准击中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最大痛点。秦始皇晚年极其痴迷于长生不老，而且他正在修建自己那座庞大无比的骊山陵墓，陵墓里需要用水银来灌注长江和大海，以此来象征他死后依然统治着九州大地。也就是说，寡妇卿手里掌握着大秦帝国最高统治者精神和陵墓工程上的双重核心物资。为了保护这份极其庞大的矿产帝国，寡妇卿甚至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私人武装。在秦始皇那个收缴天下兵器、疯狂打压地方豪强的铁腕统治下，这简直是杀头的死罪。但是秦始皇不仅没有没收他的财产，没有解散他的武装，反而对他极其尊重，把他当成最尊贵的客人请到咸阳宫里颐养天年，甚至在他死后还专门下令修建了一座女怀青台来纪念他。这是何等的荣耀！整个大秦帝国能让秦始皇修筑纪念碑的女人仅此一位。寡妇卿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强大的护城河，除了她掌握着皇帝急需的垄断资源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极其懂得政治规矩。她用庞大的财力暗中支持秦国的军事行动，甚至可能出资赞助了修筑长城的浩大工程。她用实际行动向皇帝证明，我的财富对国家极其有用，而且我绝对不会对皇权产生任何政治威胁。这就是最高境界的政商关系，也是垄断赛道里最顶级的保命心法。坎德顿的盐，乌士康的马，寡妇卿的丹砂，他们都是凭借着对特定核心资源的绝对控制，建立起了深不可测的商业护城河，最终赚取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惊天财富。但是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绝望。如果没有范蠡的神机妙算，没有子贡的顶级人脉，更没有这三位巨头家里的矿，你只是一个身无分文、毫无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在这场残酷的财富游戏中，是不是就只能永远做被人收割的韭菜了呢？司马迁在2000年前极其冷酷，但也极其充满希望地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把目光从这些王侯将相和垄断巨头身上移开，投向了那些在泥地里摸爬滚打，从事着当时最被人看不起的卑贱职业的底层创业者。司马迁在列传的最后一连串爆出了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名字。这些人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通天的政商关系，甚至连起步的本钱都没有。他们从事的全都是当时达官贵人连看都不屑于看一眼的下贱营生。雍伯是靠走街串巷卖动物油脂起家的，张氏是靠在街头卖酸梅汤这种廉价饮料发财的，芝氏是个天天走街串巷磨刀的，卓氏是卖羊胃做成的肉干的，还有一个叫张礼的人，是个给牲口看病的兽医。你听听这些职业，卖油的、卖水的、磨刀的、卖烤串的、做兽医的，是不是听起来简直 low 到了极点？放在今天，这也就是菜市场门口摆地摊的，但是司马迁却白纸黑字地记录下了他们惊人的财富规模。卖油脂的雍伯赚到了1000金，卖饮料的张氏赚了1000万巨款，磨刀的知氏父到每天吃饭都要列鼎而食，排场比诸侯还要大。卖肉干的卓氏出门是连旗，
也就是拥有极其豪华的车队。而做兽医的张礼富裕到可以在家里敲钟吃饭，享受着顶级贵族的待遇。这怎么可能呢？一群在底层泥潭里挣扎的草根，凭什么能实现如此恐怖的财富跃迁？司马迁给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7字箴言：此皆成衣之所至。什么叫成衣？用今天现代商业的话来说，就是在极其细分的垂直领域里做到了绝对的专注和极致的标准化。当所有人都觉得磨刀是个赚辛苦钱的烂行业时，知识可能把磨刀这门手艺研究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甚至建立了自己的连锁磨刀铺和学徒制度，垄断了整个长安城的刀具保养业务。当别人觉得卖羊味肉干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吃时，卓氏可能把肉干的配方做成了绝密，把口感做到了当时大汉帝国的天花板，让所有的达官贵人都欲罢不能，心甘情愿地为他的品牌溢价买单。这就是普通人逆袭的终极法则。司马迁极其透彻地把普通人的搞钱路径分成了3个阶段：无才作力，少有斗志，既饶征时。如果你现在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本钱，你唯一能出卖的就是你的体力和时间，这就叫无才作力。在这个阶段，你不要去谈什么宏大叙事，不要去谈什么风口趋势，你就踏踏实实的找一个能糊口的营生，不管是送外卖、跑网约车还是摆地摊儿，先用汗水换取生存的权利。但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困在了作力这个阶段，变成了纯粹的耗材。真正聪明的人会在积累了一点点微薄的本钱之后，立刻进入第2个阶段，少有斗志。这里的斗志绝不是去投机取巧，而是去思考如何优化你的工作流程，如何提升你的服务体验，如何在最不起眼的细节上碾压你的同行。就像卖饮料的张氏和做兽医的张礼一样，在最苦最累的红海市场里，硬生生地杀出一条差异化的血路，把低端劳动升级成了技术垄断和品牌垄断。当你通过极致的单点突破，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手里有了充裕的现金流之后，你才终于拿到了进入第3个阶段的门票，既饶征时。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靠出卖体力去赚钱了，你可以像范蠡和白圭那样去捕捉时代的风口，去玩转周期，用资本去撬动更大的财富。这3个阶段层层递进，极其残酷，但也极其公平。他撕下了所有关于财富的虚伪面纱，告诉每一个普通人，不要抱怨起点太低，不要嫌弃利润太薄。360行，行行出首富。财富的本质从来不是高大上的概念，而是对哪怕最卑微的需求的极致满足。只要你能在一个哪怕只有针眼那么大的痛点上提供全天下最好的解决方案，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给你超乎想象的巨大回报。明白了普通人的逆袭法则，我们就彻底看清了整部《货殖列传》的底层逻辑。从宏观的天下大事到顶级的商业巨头，再到市井里的贩夫走卒，司马迁用一支极其冷峻的笔画，出了一幅纵贯阶层、跨越2000年的财富清明上河图。那么，当我们合上这幅宏大的画卷，回到现实生活，这部2000年前的奇文，到底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什么终身受用的搞钱心法呢？在这部神作的最后，司马迁用几句极其扎心的话，揭示了关于金钱和人性的终极真相。这句终极真相就是：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人亦富焉。水深了自然就有鱼，山深了自然就有野兽。人只要富有了，仁义道德自然就会依附在他身上。这句话听起来简直是赤裸裸的拜金主义，甚至在传统的儒家学者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但是司马迁却毫无掩饰地扯下了这块虚伪的遮羞布，他极其尖锐地指出，
仓杠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人如果不去搞钱，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父母生病了没钱治，孩子上学了交不起学费，你天天跟他谈什么高尚的道德和仁义，那全都是扯淡。真正的尊严和体面，从来都是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为了彻底打醒那些清高又虚伪的人，司马迁在书里极其冷酷地揭示了资本社会的阶层法则。他写道：凡边户之民，富向神则卑下之，薄则为啖之，千则义，万则仆，物之礼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如果你的财富是别人的10倍，别人就会在你面前低声下气；如果你的财富是别人的100倍，别人就会对你产生敬畏之心；如果你的财富是别人的1000倍，别人就会心甘情愿地被你驱使；如果你拥有别人10000倍的财富，别人就会直接给你当奴仆。别去抱怨，这太残酷。司马迁紧跟着加了4个字：物之礼也。这就是事物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接受的越早，你就能越快地在这个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仅如此，司马迁还点破了财富对于生命的终极保护机制。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千金之子不死于世，家里有1000万资产的富家子弟，绝对不会在菜市场被当众砍头。为什么？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防御体系和资源调动能力。当你拥有了足够的财富，你就拥有了规避风险的筹码，拥有了聘请顶尖团队的财力，拥有了对悲惨命运说不的底气。钱不仅仅是用来买名表、买豪车的消费券，它更是普通人抵御生活暴击的终极防弹衣，是你在这个残酷世界里为自己和家人构筑的最坚固的堡垒。当我们走到《货殖列传》的尽头，回顾这篇商业奇文，司马迁其实是在给2000多年后的我们留下了一套极其完整的搞钱心法。第一，永远要顺应人性和市场规律，去寻找那些水大鱼大的赛道，去满足别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渴望，绝不与趋势为敌。第二，搞清楚自己的段位和手里的筹码。如果你一无所有，那就无才坐立，放下身段，哪怕是去摊煎饼、磨菜刀，也要把这件小事做到极致的标准化。第三，当你积累了第一桶金，就要少有斗志，去寻找信息差，去优化你的商业模式，去建立你的核心壁垒。第四，当你拥有了庞大的资本，就要继饶征使，去研究宏观经济，去像范蠡一样逆向投资，去像白圭一样精准狙击。2000多年前的西汉，没有互联网，没有人工智能，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但是商业的底层逻辑和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在这2000年的浩瀚历史中，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哪怕一丝一毫的改变。不管是赶着马车去贩卖丝绸的古代商贾，还是今天坐在电脑前做跨境电商的创业者，大家都在同一张牌桌上玩着同一种名为财富流转的游戏。如果你现在的收入很不理想，如果你还在为了每个月的房贷、车贷焦头烂额，如果你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迷茫，我强烈建议你把《货殖列传》这篇文章逐字逐句地去读透，去感受太史公那种冷酷、理性又充满力量的商业思维，去看看那些被正史看不起的商人们是如何在夹缝中野蛮生长，最终富可敌国。名垂青史的搞钱是这个世界上治愈一切矫情的良药。不要觉得谈钱很俗，当你真正凭借自己的智慧、汗水和认知，在这个残酷的商业世界里杀出一条血路，赚到了足够让你拥有选择权的财富时，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会对你和颜悦色，你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变得彬彬有礼。这就是司马迁在2000年前写下的财富密码。
也是这世间运行的最真实的法则。祝愿每一个听到这里的普通人，都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里看清周期的规律，找到自己的赛道，实现财富的觉醒与跨越。我是老高，感谢你的聆听。